肩膀卡卡，你知道你是哪一种吗？通常大家想到的，一开始比较常听到都是50肩为主啊，但是50肩其实我们大部分骨科都是先排除一些物理性的因素，例如说骨折啦、脱臼啦，它没有明显外伤它很自发性的发炎发炎位置会在哪里？发炎位置会是在我们肩关节囊，就是骨头表面的韧带的地方。通常就是不用特别活动，晚上或休息的时候，疼痛的状况就会比较明显，这是典型50肩的一个表现。如果超过6到9个月以上的话，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比较容易会关节挛缩，甚至会关节活动度受限的状况。其次，第二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肩胛脊症候群。肩胛脊症候群通常比较好发是在那个我们常常叫外展例如说我们常常有一些工作上，或者是像照顾小朋友。我们常常有要抱小朋友或提重物的东西，他有时候手外展或往后拿东西的动作，肌腱会去挤压到通常挤压到空间也是在我们肩胛骨跟肱骨头之间空间的位置它会有一些软组织，基本上像肌腱或是滑囊，它都有可能会发炎。基本上就是它如果除了卡卡的声音以外，它活动度受限，然后它活动的时候会痛，那建议甚至来我们骨科或复健科医师的门诊做相关的理学检查或超音波的记录，这样可能先辨别一下是简单的肌腱发炎，或者是肌腱有撕裂伤。肩关节活动受限就是顾名思义，基本上有可能是关节囊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我们肩部旋转肌它可能有发炎或受伤。所以只要是劳力密集度高，尤其是靠上肢在用力的动作，时间久，它的旋转肌就有可能会有轻微发炎的状况。其次，像女性有在照顾小朋友，有在抱小朋友的，这也是一个状况。那少部分，例如说，现在比较流行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休息的时间或在床上侧躺去看电视、看手机。类似像这样子有在托腮的这些动作，其实那些动作都是上半身尤其肩颈的压力整个压在我们的上背跟肩关节上，所以时间久，我们的肩关节囊基本上是比较容易会发炎这也是都会造成我们肩关节容易会活动度受限的风险因子。基本上就是看那个对肩关节这个疼痛或卡卡的症状发作的时间来决定。如果它发作时间没有超过1-2个礼拜，那基本上我们会建议病人以口服的止痛药跟初步的物理治疗，也就是复健为主。如果病人他原则上没有改善，那甚至说他可能那种疼痛状况越来越明显，那我们检查或超音波上面看到基本上旋转肌是有撕裂伤的状况的话，那我们可能现在新的做法有的会加上震波或高能量雷射，先做比较进阶的物理治疗。现在新的做法，尤其增生治疗的部分，我们现在是除了高浓度的葡萄糖施打以外，那其实就是 PLT 或者是以前常听到一些 PRP 下去做局部的注射，这都是我们可以跟病人讨论的方式。现在 PLT 的专利技术的话，它萃取出来的每瓶的动筋，大概基本上是有10亿颗血小板生长因子的含量，而且它的优势是因为它是类似像干粉状的动筋，所以理论上它可以保存大概3年，它的生长因子的活性带是没有问题的。那其实它一次抽血的量，它的制备基本上可以做大概6到20瓶不等的动筋，所以它相当是一个我们组织修复一个生长因子的弹药库。对于 PRP 来讲，施打的那个发炎反应的话 ，PLT 比较不会有局部的发炎反应，但 PRP 传统上是比较明显。针对劳力密集的工作者，基本上我们如果要做这方面生长因子的使用的话，它可能也不会只使用在单一部位，例如说只是肩关节，或者是说足底筋膜炎或网球肘，它都有它适合的角色在。基本上就是有点像是在保养膝关节、其他关节一样。我们的软组织，尤其是我们肩关节的旋转肌保护是很重要的。基本上，如果要负重的动作，或者是说稍微要高举过肩的动作，基本上使用的重量或者是它使用的频率不能过高。固定的时间，大概15到30分钟，我们建议病人要做一下肩部的伸展，这样才是对肩关节旋转肌一个保养好的原则。